你看，光是草图一我就简化多少了，我可以少画很多东西。欢迎来到魔剑队，我是雷系教师阿卢。如果是第一次看阿卢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哦，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2次的团练啦。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上的是基础的课程。那我们会把长料、生长填料，或者是你要叫它挤出跟旋转呢一起下去做比较。我们长料的画法其实草图只有3个。好，草图1里面呢就是3个圆而已，我可以少画很多东西。它是什么样的物件呢？它算是一只轴。然后呢，如果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工程图，会很开心，会想要用旋转来去画它，对吧？那如果用旋转的话，你的起始点又会是哪里呢？以前我可能就是要么右边，要么左边。我刚刚练习的时候忘记转孔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画的时候再正式来一下。以前我们可能会用旋转去画它，那旋转的草图会长得像怎么样呢？就会像这样，会长得像这样，非常的复杂哦。我的中心点我是直接抓在153的中间，那可能如果是以前的话啦，阿卢可能会把左边的端点或者是右边的端点当作是原点，然后才开始去画不会用中间下去抓它以前的话可能会这样画。那你没有发现说用旋转的方式来画，它的草图变得非常的复杂吗？你会想要把什么东西都把它塞在里面而且呢，尺寸的标注也会跟工程图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看起来好像回力斗鸟这样。那它有缺点的，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呢想要针对某一些区块下去做改变，好，比如说这一罐如果我不要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让它抑制掉？不行哦，因为你这种画法呢，其实它就跟我们 3D 列印一样，是一体成型的，你全部都把它画在一起。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去设计变更直径20的地方呢，你想要让它变成没有，那你就要把这个地方呢，再拉一条线把它变直的，然后呢，原本的草图你可能就要把它变成删掉，或者是你把它变成建构线。好，那如果万一说又需要这个东西了怎么办？你又要回来草图重画，其实还蛮麻烦的。好，所以我们渐渐的就开始用长料来去取代用旋转的方式来画。那长料的画法又是什么呢？我们长料的画法其实草图只有3个。好，草图1里面呢就是3个圆而已。一个最小的圆是直径13，然后呢17的圆，直径17的圆跟直径20的圆。那17跟20我是用差距来标注的，所以未来的话我只要改变这个13，那这个差距2、差距 1.5 它会自动的一起往外扩散，或者是自动一起往内缩。好，那所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呢？好，假设如果我今天这个东西不要，直径20的，你不要的话，那我们就把它抑制掉就好了。而且我们整个的零件呢是没有任何异常的状况发生，或者是你得要再去修改草图，不用。那万一又要的话呢，我们就是取消抑制，它又恢复了。那如果说我今天针对的可能是左边的，左边的我都不要，那我就针对左边的东西把它抑制掉，然后呢，直径20的圆它还是会留着。好，那左边呢，如果我又需要的，我就是取消抑制。那如果是右边的呢，那我们就右边的把它抑制掉。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零件其实是不会特征数坏掉啊，或者是出现很多的大量的噔噔噔噔的那种提示音，听了就会有一点你知道心情紧张。好，所以我们用长料的方式来去取代旋转，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针对我不要的东西去做调整。好，那这样子的画法，我们要怎么去画它呢？看起来好像
很难，对不对？看起来好像特征数一头拉苦。你看，我们用旋转的画法，它的特征数其实超级短的。那如果我用长料的方式来画的话，它当然特征数就会变长了，看起来好像很难啊，但是其实不会，因为我把它切小块之后，每一样东西它都变简化，对不对？你看，光是草图1我就简化多少了？我可以少画很多东西。你看我们的旋转的画法，我们要花很久的时间在画草图，那它里面很多细节啊，你看有倒角也在里面，然后呢圆角也在里面，啊这边呢又拔模又加上圆角的也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种旋转的画法，它的草图其实要花更多的心力，你才要把它给画出来。那我们的简化之后，其实我们的草图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好，怎么去画它呢？我们就进到一个新的档案。遇到广告的时候呢，可以多看10秒钟哦，这样能够帮助阿如持续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那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旋转的话，我们可能用前基准面，那可是我们用长料的画法的话，就会用右基准面作为起始哦。那我们右基准面来画草图，我只要3个东西，你只要把重点的尺寸给抓出来，就是那3个圆，小的呢是17，中的呢是小的是13，小的是13，中的17，然后大的是20。好，那我们一样养成习惯哦，就是17跟20的，我们把它给杠掉，改标差距，这样。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右基准面画草图，最小的圆我们先参考出来去做长料对称。我总 total 要多少呢？153，我总共要153。那再来的话呢是第二段，第二段的轴的话呢，我们一样在右基准面来画，然后呢参考新建，我要对称。你要打数字吗？我觉得不用打数字，我们用面好了。然后呢，第2结束位置也打开，好，成型之面，这样。那你就说，我中间不要啊，对不对？我中间不要，你看一下工程图，我中间是13，我两边呢都是17，那我要怎么处理？好，其实不用把它给太过复杂化了，好，不用把它给太过复杂化，我们可以先从这边的面来产生新的平面。它这边说什么？68。然后呢，68再往左边再产生一个新的平面，是多少？30。OK， 那这样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分割零件2加上我们的平面1，有没有？这样割出来了。那再做一次，加上我们平面2，这样也割出来了。那我们先做分割1的地方。好，这个边我们的零件2先隐藏一下。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做布林运算，把它结合起来，再下去加圆角。它这边说呢，它的圆角是 R2， 在这边。然后呢，底部的有做倒角，是2乘以45，有没有？那你加上这个布林运算之后，它就变特别咯。我把它给做个资料夹，这边是右边右17好了，有没有？你把它给抑制掉，它就消失不见，有没有？再取消抑制，它就会跑出来。好，那我们分割2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一样也是做布林运算，主零件加上我们的零件2，再去加圆角。那你会发现说，虽然一样都是 R2 圆角，但是我有分，就是我不会把它全部画在一起，我不会用一个特征，然后把两边的圆角都把它加在一起，我把它分开来做。虽然圆角的尺寸是一样的，分开做的好处呢，就是我
右边的就是右边的，左边的就是左边的。那左边的我就可以针对它去做抑制，因为我把它给就是分开来了。好，那这个零件2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删除零件，把它给删掉，有没有？那我左边的我可以抑制掉它，然后呢取消抑制，它就会跑出来。右边的呢，我也可以抑制它，也可以取消抑制，它也会跑出来。所以你加上那个布林运算，它的好处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去做局部的区域的控制。你如果直接用加入下去的话，它没有办法针对个别的东西下去做变化，做抑制或者是取消抑制。你如果用加入的话，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可是你加上布林运算，就会不一样。OK， 那再来的话，我17的部分已经处理好了。再来是什么？再来是那个直径20的部分。那我平面2一样，在我往左边做。他说总 total 是112嘛，所以112减掉30，再减掉68。好，然后呢，还有一段，可是它的工程图并没有标注，所以我是怎么得知它这边的距离的？我是用草图，这个什么旋转的方式，然后呢去推算一下它这里到底是多少。正常来讲，它应该要标一下尺寸，好，18.5。但是它没标有时候没标你也可以自己设计啦，不一定要完全跟它一模一样。18.5是哪里？18.5是左边呢。我再来 double check 一下从平面4到平面3是多少？22.5。好，那我可以编辑了。22.5有没有？那我再确认，平面4到左边的面是18.5，这样就 OK 了，没问题。好，就是用反推的方式去做它。好，那再来直径20的人参考出来。好，在平面3画的好，长料新建成型至面到哪里呢？平面4。好，那平面4，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去做拔模的角度，所以我一样的平面4可以再往后2分割，使用面直径20的圆柱面加上我们的平面5，它就会帮我画一条分割线出来。好，分割线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再做拔模，分模线拔模方向是平面5。分模边线是这条分模线，那你可以切前金主面来看，它现在是往外翘，所以你记得反转方向如果说你点下去，它变成是做右边而不是做左边的话，它这边有一个单边的选项，旁边有一个箭头，可以去做交换面。那沙里练习的话，也有这种东西。好，那它除了有单边、有对称，也有双边，好，所以可以看各位的需求去做调整。好，直径15有了之后呢，我们再加，不是倒角，是圆角0.5。那这边呢，也是它工程图没有标注的尺寸，也是阿如自己设计的。好，那这一段是不是就完成了？对，我要布林运算。OK， 好，这一段就叫20，有没有？那我针对20的地方，我就可以去抑制它，它就会消失不见。好，这样子呢就会很方便，有没有？好，那如果是左边的17抑制掉，那它也会帮我取消掉。可是20的那个直径它没有被破坏好，它还是存在的。好，所以你在绘图的过程中，你都可以下去测试一下，我这个区段能不能抑制掉？然后呢，我可不可以解除抑制？它抑制会不会出现问题？那我就修正问题。好，问题只要一修正，它之后你再去做抑制的变动的时候，它就不会再一直反复跳出到或者是哪里出现异常等等的。移交绘制的过程中，你可以下去做测试，或者是你喜欢画完了再回头去测试它，可不可以？也可以。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的右边的圆柱上跟左边的圆柱上，我都有直辖槽的除料，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做直辖槽的除料。那我之前的话是直接用上基准面，然后去直接点选这个圆柱的面，它会帮我做一个新的镶切面出来。我先切一个出来看看。可是呢，这样有一个缺点是，如果我今天抑制掉右边的17的时候，右边直径17的圆柱的时候，这一个平面6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其实是你去写一个数学关系式，然后来去控制这个平面6的尺寸，把它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什么13啊、17啊、20啊去做连贯，它比较不会出问题，你就不需要跟零件在一起，跟零件产生父子关系，有时候也是会产生困扰，当然有时候也会带来方便，所以你有时候要看。就是这个父子关系到底是产生正向的好处，还是变成负面的影响啊？你就要去排除它，或者是产生它。OK，那这边的话呢，数学关系式我就不多花时间了，我就直接用上基准面加上偏移。我要的呢其实是17除以2。那如果你写数学关系式的话，就是用好吧，用关系式好了。等一下哦，就 a 等于13，然后 b 现在它的关系式我看一下哦，它是13要加2嘛，对不对 ？OK， 这边就变任何，然后呢13加2。15。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最外面的这个是多少？1.5。OK，其实可以怎么样呢？A 加2，然后记得打 不然它会跑不出来。那 C 的话就会变成任何，然后一样井字号 C，井字号 B，自己错乱，加1.5 诶，所以是OK，好，所以这边是3。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17的部分，所以呢 B2任何井字号 B 除以2。那未来的话，那个工程图它就会跟着一起变动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它，那些关系式你要把它拉上来，拉到前面。好，再来编辑草图，把它连贯上去，直径13的就变 A 变 B 啊，这样会出问题。对，这样会出问题。好，这边不动它，平面6编辑偏移 B2，这样就可以了吧？好。OK，那再来的话就是在平面6来画咯，画2个直辖槽。右边的呢是多少？16。然后我要让它变成沟槽，半径是3。长度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平面来。哦，没有平面。
好，等一下哦，这个地方到这边是5，然后把它取消掉，因为它现在跟零件产生父子关系，我跟原点就好，这样就没事了吧，对不对？OK，好，那我们继续哦。这边右边的直辖槽完成了嘛？换左边的，那一样，它的距离9，然后呢，沟槽，我的半径是2.5，然后呢，它跟这里就是我们的平面4，然后点一下特征数了哦，点了特征数里面的平面4，再去点这里哦，圆心4.5，OK， 好，这样子就抓好了。那我们就可以离开，然后呢，再来画一次，再画一次，好，参考投影，看你要叫参考还是投影。投影是 Arshop 的讲法，参考是沙利沃的讲法，所以 OK， 好，那换左边再画一次参考。讲习惯了，有时候就改不回来了。移除一样也是3。好，那这个是缩写，右直，这是什么缩写？左直，这个蛮好笑的。好，那你想帮他加一下倒角的话，也是 OK。那他的就加到右直里面去，那再做一次左直的，我这样加进去 ，OK， 有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针对比如说20的地方，我就去抑制它，然后呢，整体的零件没有出现问题，好，再把它恢复取消抑制。那左边的呢，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啊，两个一起抑制，有没有？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那再取消抑制，换右边的测试看，这样也是没有问题。有没有？那其实这边数学关系式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啦。我想一下哦，如果这个地方它是差距2，然后这个是差距1.5，我来试试看哦，猜猜看，这边几字号，然后 B 可以吗？可以，然后这个几字号 C 可以，然后呢，我们再下来到这个平面6这个地方，那想一下哦，他说呢，他是我好像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方式诶，还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在留言区告诉阿如一下。好，我最后的话呢，就是草图1啊，里面的所有的直径13的尺寸是 OK 没问题的，然后差距2的是 B， 差距那个1.5的是 C， 那 B 之2呢，我变成还是17除以2，这样子，好像没有关联起来，有点悲伤。我看看啊，B 2 OK 有好，大致上啊，我们用长料来去取代旋转，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针对你想要控制的区域去做调整。好，那旋转虽然它很方便，但是你要在草图阶段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
而且呢，这样的方式也会导致你未来想要去针对局部的地方去做设计变更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麻烦。好，比如说直径20的地方，你如果不要，那你就是这边要再重新拉一条线，其他的部分呢，你就变成，看看哦，你就变成这样。这个我不要，你要把它转成建构线，这样子去调整你的草图。因为如果你删掉的话，你最后如果又需要这个区块，你还得要重新画回来，太辛苦了。好，所以呢，就是你只能把它转成建构线，然后重新拉直，这样子去做调整。那直径20是好处理的，那直径17的地方就没有很好处理了，因为它里面除了圆角、倒角什么的，一大堆里里扣扣，都把它塞在那里面，变成一个大杂烩。哦，你变成说你要再去调整，你就真的要花很多的心力去调整它的草图了。当然，你用长料的方式来去画它的时候，你的草图是非常简化的，实际上就3个圆而已。虽然我的特征数比较长，但是我特征数长的原因是因为我分区块了。我想要可以控制的地方比较多。就很像你在做机器人，你可能需要关节，你才有办法去控制。比如说我的手要举起来，我的脚可能要劈腿，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总是要给它一个关节，那个关节才可以让你的机器人可以转动。那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其实也开始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变得更灵活，而不是呢，你画完了，它这个档案就只能否那一次使用。那你未来的话呢，如果想要再去运用到其他地方，你会想说，哎呀，调整好麻烦，那我不如重画好了。那你那个重画所花的时间累积起来，其实也是一个蛮可观的时间上的浪费，你知道吗？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周的团练就不会错过啦。